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想问问你，我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，就是为了孩子啊，为了家里忙到3更半夜，才突然想起来，我好像还没吃饭呢。或者你总是清楚记得孩子下礼拜要考什么，却完全忘了自己上一次好好放松、好好休息到底是什么时候了。今天我们就想来好好聊一聊，到底什么样的爱才是真正能够滋养一个人的爱。这份探讨，我想特别适合送给每一位用心的父母，还有教育工作者们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？在很努力的去爱一个人的时候，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好像慢慢的不见了。你总是把别人的需要摆在最前面，你很懂得怎么照顾别人，也很愿意付出，可是你却很少停下来问自己一句话。好，那今天我们会聊些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旅程地图。首先，我们会从在爱里好像不见了这个很多人都有的感受开始聊起。接着，我们会认识一位非常温暖的引路人，他叫做维琴尼尔·萨提尔。然后呢，我们会一起来探索这种能够滋养人的爱，它的核心到底是什么？还会分享一个关于爱如何流动的真实故事。最后，来想一想，我们到底能给孩子最棒的礼物是什么？而且啊，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，因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很温柔的提醒，它可能会悄悄地改变你每天看待爱的方式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聊聊第一个部分。很多很尽责的照顾者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声音，他们真的就像超人一样，对吧？总是把家人的需求啊、孩子的未来啊，全部都扛在自己的肩膀上，每天忙着付出，忙着给予，却常常忘了，其实自己也是需要被照顾的。而那句很少被问出口的话，其实很简单，就只有3个字，就是那我呢？这个问题是不是常常被淹没在你长长的待办事项清单里了呢？一个这么简单却又这么深刻，一个我们都欠自己的温柔提问，那要怎么找答案呢？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很特别的向导，他不是那种冷冰冰的理论大师哦，他是一位真的懂人，而且充满温度的一位引路人。他的名字是维琴尼亚·萨提尔。萨提尔啊，他是20世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家庭治疗师，很多人都称他为家庭治疗之母。不过你知道吗？他真正在乎的其实不是什么治疗技巧，或是怎么解决表面问题，他最关心的是一个更根本、更核心的东西，那就是一个人在关系里面是不是健康的、完整的。可以说，他这一生其实都在探索一个核心的问题，就是这个。一个人在一段关系里是不是仍然能够成为他自己？他的信念就是这么简单，可是又这么强大。一段好的关系是不需要你放弃你自己的。所以，到底什么是萨提尔说的这种能够滋养人的爱呢？它的核心是什么？我们来看看几个可以说是像基石一样重要的真理。这里有几个重点，真的很关键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第一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每个人就是你，本身就是有价值的，不需要去做什么来证明。第二点，一段关系的目标啊，是大家一起成长，而不是谁为谁牺牲。再来，真正的爱，它是一种流动，是互相滋养，而不是你懂吗？单方面的一直被消耗。最后这一点，我觉得最震撼，就是一个人，你不可能给出你心里面根本没有的东西。我们在这里停一下下，你静静的想一想这句话，你不可能给出你没有的东西。这句话其实，它有点颠覆了我们过去常听到的那种牺牲奉献就是伟大的想法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的杯子是空的，你要怎么倒水给别人呢？如果你的心是干涸的，你要怎么给出源源不绝的爱呢？讲了这些道理可能有点抽象，所以接下来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故事，这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真实故事。这个故事啊，我觉得他把刚刚说的那些原则活生生的演给我们看。好，你想象一个画面哦，有一位妈妈，她刚洗完头，头发都还是湿的，就心急如焚的跑去帮她5岁的孩子穿袜子。
因为快要出门了，很急。结果这时候啊，他那个5岁的孩子就抬起头，很认真地看着妈妈说：“你要先去吹干头发啦，因为你要先照顾好自己，才能照顾别人啊。”哇！就在那一刻，这位妈妈说，她感觉好像有一道很温暖的光突然照进了心里。你知道吗？她感动的点不是因为哇，我孩子好成熟、好懂事，而是她突然意识到，天哪，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想教给孩子的价值观，现在竟然用这么纯粹的方式流回到我自己身上了。所以这不是孩子在纠正妈妈，完全不是，这是一种爱的流动，一种共同价值的体现。这也让他们之间的连结变得更安全，更充满了爱。故事还没完哦，几年后，这个孩子7岁了。有一次，他很自然地跟妈妈说：“妈咪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是我自己。”他接着说：“因为我要先把自己爱好，我才有能力去好好的爱别人。”哇，这句话你第一次听到可能会觉得，诶，是不是有点自私？可是你再想深一点，就会发现这才不是自私，这反而是对爱一种最深刻也最健康的理解。好，这个温暖的故事，其实也把我们带回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上。身为父母，身为老师的我们，到底能给孩子最棒的礼物是什么？或者说，我们每天正用自己的样子在教他们什么是爱呢？你看，这里有2种很不一样的爱的模式。左边这种，我们叫它消耗的爱，你一听到关键字就有感觉咯，牺牲、压力、累。那右边这种呢，是滋养的爱，它的核心是看见自己的价值，是让爱可以流动，是心里那份安稳的感觉。这不只是选哪边比较好而已哦，这其实是决定了这份爱能不能健康地、长久地走下去。所以我们绕了一圈，回到最重要的核心，就是这句话：我们真正能教给孩子的，从来都不是我们说了什么大道理，而是我们做了什么，是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自己。孩子真的，他们就是看着我们的背影长大的，看着我们怎么爱自己，来学会怎么去爱别人，还有怎么爱他们自己。好，聊了这么多，最重要的还是怎么把它带回到我们的生活里，对吧？所以最后，我想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做一个很温柔的练习。这个练习很简单，就从这礼拜开始，当你在为别人付出的时候，可能是帮孩子准备晚餐，可能是陪他写功课，任何一个时刻，在那一刻停下来，在心里轻轻地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现在做这件事，心里的能量是满的，还是在消耗呢？是出于滋养，还是出于耗损？你看，就3个步骤而已。第一，就是在你给予的那个 moment， 先按个暂停键。第二，问自己刚刚那个温柔的问题。然后第3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都没关系，你只要轻轻的、温柔的告诉自己一句：我也很重要。这不是要你多做一件事哦，它不是一个新的待办事项，它是一个很微小可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爱的行动，而且是从你自己开始的。好，你照顾自己的这趟温柔旅程，就从这个小小的练习开始。如果今天我们聊的内容对你有一点点触动或启发，很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N 亲子书房练习曲，也很期待你可以在下面留言，跟我们分享你的感觉或是你的故事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